我有一个秘密吧，就是从来没有主动的交代过，我2次。我们今天要聊点轻松的了，欢迎回来，我是 Ariel， 这边是 The Growth Journal。不好意思，我必须要戴这个太阳眼镜，要不然我没办法。这已经是我第6次 try to 录这个视频了。很多人以为财务自由了以后，人生就一帆风顺了。那你有没有想过，当你的钱足够了以后，你每天起床是为了什么？财务自由真的等于人生自由吗？今天这个视频我想要回归本心，就是 honor 我这个频道的名字，它叫做 Ariel 的成长日记。这边不只是想要聊财经成长，也是聊一些心理成长吧。不熟悉我的人先允许我简短的介绍一下自己。目前30多岁，住在北加州湾区这边，我已经裸辞了1年多了。我经常喜欢 consume 很多 financial knowledge，包括去看一些早退休的论坛都在聊些什么有趣的话题。最近我逛 Reddit 的时候，有一个 top post 被 recommended to me， 我给它总结了一个名字，叫做财务自由以后如何面对空白的人生画布。先来说一下这个帖子的主人，他是一个50岁的男生，他住在美国，然后他以前是 IB 的，就是 investment banking 投行，那就叫他 Mr. IB 吧。工作到了50岁，1年前刚刚退休。他说之前的大辈子都在同行工作，就是那种老套路，工作时间超级长，压力很大，一直在追下一个 deal， 然后一直在告诉自己，一旦退下来，应该就会感觉自由了。他说刚退下来的时候，确实是有那种 relief， 挣脱了枷锁，但是最近可以睡懒觉的新鲜感已经过去了。他的朋友们不是在加班，就是分散在世界各地，孩子们也各自大了，有自己喜欢做的事儿。他的老婆还在上班，因为他老婆有一个喜欢的职业 which makes sense， 所以导致于他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人。他就写了这个帖子问大家，你有没有试过一整天自由安排，却反而不知道要干嘛？他说现在他的朋友都在上班，所以他的日常每天就是在咖啡店晃来晃去，读一些文章，大概晚饭的时候就已经忘了。他经常一个人出来散步，走很长很长的路，也漫无目的。他说我不是在抱怨啦，我知道自己其实很幸运，但是说实话，他没有想到退休以后会这么迷茫。他说现在的生活太安静了，就像从一辆高速行驶的火车上突然间跳下来，然后一切都静止了，不是那种平静的感觉，反而是有点空虚。所以他写了这个帖子，想要问问类似的社群，是不是可以给这种提早退休的人找点方向，也不用多深啊，就是聊聊天儿。我看到这个 post 有很多感想，但是 before I share my own journey， 我先跟你们说一下他的 top reply 吧。这个人叫 Holly S World 77，他说你退下来以后，接下来这段人生其实就像你刚开始工作的时候一样精彩，只是你现在有更多的自由，可以去选择想要的方向。他的建议是先想清楚你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把终点设好，然后再一步步的去走。现在的你真的可以去做任何你想要做的事情了。No one here or anywhere 可以 tell you what to do anymore。这是一种非常让人羡慕的自由。现在已经不是生活推着你走，而是你可以自由的选择了。我还是得戴上这个眼镜，要不然看不清楚。他说花点时间认真想一想，什么是让你能够真正感到兴奋、充实、有意义的事情，而不是只是想着睡个懒觉这种短暂的快乐。他建议的是贴主去设想一下那些情感上能满足的目标，想大一点，不用急。当你真的想明白了，那就带着热情，像你年轻时候刚开始拼事业那种，全力以赴去过你的新人生吧。对于这个帖子的第2个 top 回复，这个人叫 Alpaca My Toothbrush， 好玩的名字，就叫他 Mr. Alpaca 吧。他跟帖子主人 Mr. IB 的建议，他说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其实在财务自由早退休的这个路上，心理的准备跟金钱的准备一样重要，甚至有可能会更重要。退休以后找人生的意义，不是那种像工作的时候我拼命努力刷任务就能搞定的事儿。你得去真正的了解自己的内心，搞清楚你的心到底真的想要什么，喜欢什么，做什么事情才能够激发你的内在动力 intrinsic motivation。 这个内在的驱动力不是为了获得金钱或者是别人的称赞，而是发自你内心真正的热爱才去做的。人生的意义对你来说到底有多重要，而你又应该去哪里找它？这个 Mr. Alpaca go on and said， 意义感不是凭空来的，
它是要被创造、被试错、被发现。千年来，人类一直在找意义。You're not the only one， 你不是孤单的。或者其实还有一个理论，是我最近读书听到的。这个理论是说，我们现在的人类会不会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了？比如说，所有人都在找 happiness， 都在找人生的意义，真的有必要去找那个意义吗？为什么不能你想怎么过就怎么过？比如说，我今天想要来 park 拍视频，我没有戴帽子，所以我必须得戴眼镜，要不然我都看不见这个屏幕。很多 external factor does not work with me， 但是 it doesn't stop me， 我就是想要在这儿跟你们聊今天这个 topic。这个对我来说就是如此的简单，我想做而已。这个理论还说了一点，就是关于那个追求 happiness。现在市面上大部分的 information 都是让我们去寻求 happiness， 但是其实我们可以试着接受自己所有的感觉，不只是说一定得开心才是对的感觉。我们可以难过，可以焦虑，可以着急，可以 feel 无助。这个理论是让我们 try to sit with 这些 negative emotion，而不是去 resist 它，因为你越排斥这些 negative emotion， 反而会更深。我最近也在慢慢的体验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有点用的。最起码我这样做以后，让我没有那么害怕 negative emotion。另外一个 positive consequence 就是我没有像以前那么焦虑，想要把 everything 都变得完美。我觉得整个人都轻松多了。当然，这个理论也套到了这个视频上，因为这个视频 is far from perfect， 但是内容更重要。咱们现在聊完了帖子的主人 Mr. IB 和他的 top reply， 跟你们说说我的故事吧。我有一个秘密吧，就是从来没有主动的交代过。我裸辞过了2次，我现在在第2次裸辞中，发现这个是有一个 concept 叫做 intermediate fire，就是阶段性裸辞，很适合我。OK， 所以我就简短的跟你们说一下我这2次裸辞的故事。我第1次裸辞退休其实是29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曾经搬离过湾区，我搬到了 Sacramento 一个我曾经买给我妈妈的房子。我妈妈因为觉得 Sacramento 太无聊了，所以她搬走了。然后我就搬过去 hoping to reduce 我的 cost of living， 就是做那种 lean fire， 中文叫做极简财务自由。当时其实也是就是被 US corporate 我经历的一切有一点就做得很无奈。我的学历是 ECE Electrical Computer Engineering， 我搬来湾区是因为我的第1份工作，然后我就一直住下来了。我的 career path 其实也很简单 summary， 就是从一个写代码的到项目管理，然后到 program manager， 然后到 senior manager。我觉得是就是走到 senior manager 那一块是 what did it for me。不管是 corporate politics 还是员工对我的 expectation， 还有 peer pressure， 反正就是一大群职场这些事儿。我以前也出过很多视频说，我就不在这儿细聊了。但是就是让我觉得很心累。那个时候有一个很火的综艺，我经常看，叫《向往的生活》。看那个综艺觉得如果我可以有一个农场、大房子，在一个偏远的地方过一个与世无争的日子，有多么的美好。所以我就想说 OK， 那我可以搬去我这个 Sacramento 的房子，它就是在 Sacramento 北边一个几乎没有人住的地方，也就代表说他生活很不便利，想要吃个中餐都要开车最起码45分钟。当然我刚搬过去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想这么多，我就觉得 I'll like it。结果搬过去一阵子以后，我有一些惊奇的发现吧，就是我以前没想到的。看着朋友们一个个都在赚钱，努力的投资越来越多钱，我会很焦虑。我内心也是一个比较 competitive 的人，我觉得。还有朋友们在花钱，他们可以去吃很贵的东西，去旅游，去随便买衣服，而我却在 Sacramento 非常节省的过日子。就让我觉得好像有点应该说是退出江湖有点过早了吧。 Don't get me wrong， 其实一开始还是很爽的，但是每天在家里吃简餐控制开销，没有什么真正的问题需要解决，其实挺空虚的。我也不是说完全没有问题，但是我每天的问题就比在工作的时候要简单很多。比如说我要想我今天吃什么，因为没有外卖也没有中国超市，所以我每一次买菜都得写好，万一忘了买什么那一个难受。我不是在 brag about it， 我只是从这个经历中学到了我想要的人生
不是没有问题，而是去解决我想要解决的问题。Anyway， 就是我的 anxiety， 我也没有撑多久，大概不到1年，我就又搬回湾区买了一个新房子。这一回我回来了以后，重新找了个工作。这一段也是我没有在这个频道里面说过的。我回去职场以后 ，surprisingly， 我前半年还是挺嗨的，就是觉得我又有了用武之地，可以大展拳脚了。而且我觉得我又终于赶上了我朋友的脚步 ，stable income， 大的 paycheck 进来可以买。当然，我也真的有去买一些现在看来根本就没啥必要买的，比如说衣服啊、包包，都还做在衣橱里。我在 TikTok 一共工作了2年 ，as you predicted， 非常忙。我在工作的时候就经常在思考，如果我不怎么需要钱，我还会选择现在这样子的生活吗？答案是否定的。还有一个 concept 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我慢慢学会了区分我想做和别人说我好之间的区别。在职场的时候，我的价值是通过我工作的 output 来体现的，或者是我同事的赞赏，还有拿到更多的 bonus 这些。但是我心里知道，做项目经理 is like herding cats。比如说你有一屋子的猫，各个方向到处乱跑，你的工作就是把这些猫全都聚到一起，然后每天往一个方向去努力，还要按时完成某个目标。每天都做这个工作，我想了又想，还是待了2年。我第2次裸辞了。第2次退休跟第1次不同的点是，我这次已经不需要再 lean fire 了。还是得有钱有底气。我现在过的生活算是舒适，但是不奢侈。我以前每2周都有一个 big paycheck coming in 的时候，我觉得我过得算是奢侈的。现在算是 comfortable， which is good enough for me。对我来说，现在更享受的是 slow mornings， 就是那种慢节奏的早上，可以完全自己掌控生活节奏那个自由感。想想看，你每天睁开眼睛醒来，第一件事情不是我今天必须要完成什么，或者是我马上要去回复哪个同事的信息，也不是非常 anxious 的去看 social media account， 而是不拿手机，站起来去窗边或者是院子里感受一下阳光。我现在这种可以自己掌握生活节奏的自由感，我觉得是以前的那个 big paycheck 不能衡量的。其实第2次裸辞一开始的半年，我还是会比较焦虑的。如果有 LinkedIn 的 recruiter 找我去面试，我大部分看这个工作还可以的情况下，还是会接受第1轮面试的。我会有意无意的说一些条件，似乎是想要 recruiter 不想要让我 move forward 的那种。比如说，我会跟 recruiter 说一个我想要的 pay package 是比他的 range 还要高的。当然我知道，如果真的想要这份工作的话，首先你根本就不应该要先说一个数字。就类似这种事情basically 就是不想 move forward。 后来我想了一下，算了吧，不要浪费别人和我的时间，我就把我的 LinkedIn profile 放成 not discoverable。 第2次裸辞过了6-7个月，我慢慢的接受了，然后我就给自己排了很多事儿，比如说做 YouTube， 去学 vet technician 就是兽医助理，学修车，甚至开卡车，是照这个兴趣来做这个排序的。我这个人就是很能安排自己的时间，总是闲不下来。以前的同事以为我辞职了，每天会有很多时间，可能经常带着我的狗狗出去房车旅游 ，which is what I want to do。但是我还是挺有 ambition 的一个人，我总是想要做成一点自己的事情。我的打算还是一件一件来。我的最大兴趣爱好是做 YouTube， 那就先把 YouTube 做起来。等着 YouTube stable 以后，我可能再会去做个 part-time 的 vet technician 啊，或者是修车这些 side hustle 职业。现在已经是我第2次退休的第13个月了。我的 YouTube 频道 The Growth Journal 也差不多1万粉了，在这里非常非常的感谢大家。我现在没有接任何广告，所有的 revenue 都是从 YouTube ad， 也就1个月500块钱左右吧，是我以前收入的5%都不到。但是这500块钱每一块都是我心甘情愿去做，所以对我来说异常珍贵。我觉得 FIRE 不是终点，而是你第2个人生的起点。如果你也有过类似的迷茫，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探索。希望今天这个视频还可以，后面放点花絮。我在这个公园录这个确实不容易。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见，拜拜。全力以赴。这个风都想要全力以赴了。
感谢我的会员小伙伴们张庚、周宇、Anna 吴、Jason Cole、Tony Q， 谢谢你们。这个视频我会发2个 version， 第一个是抢先看没有广告，第二个是大家都可以看的会有广告。谢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